大家好，我是江峰。这份文件的最上头赫然印着 Secret No Foreign， 全称是 No Foreign Nationals， 绝对禁止向任何外国机构透露，哪怕是跟你穿一条连裆裤的五眼联盟，英国、澳洲、加拿大，对不起，一个字都不准看。这就是美国最新披露的 UFO 秘密档案中大名鼎鼎的115号文件，里面记录的那一个晚上足以颠覆你我，包括全世界顶尖科学家对现有科技的全部认知。某一座极其神秘的军事设施在上午刚刚完成了一项测试，但是你去看原文，好家伙，满篇的黑墨水，测试内容、测试地点、参与人员全涂黑，整整一大段里只大发慈悲地给你留下了2个字：成功 success。 五角大楼一向是好大喜功，要是真弄出了什么高超音速导弹、激光武器，恨不得马上找纽约时报放风，工作人员开始报告。可这次呢，成功了，却捂得比私生子还严实。他们在害怕什么？别急，报应下午就来了。这座神秘设施周边，工作人员开始报告，看见光球，还听到像有什么东西砸到地面的闷响。这一下，美国的情报系统坐不住了。2名资深的美国情报官协同联邦级别的合作人员，加上州级的资深飞行员，火急火燎地登上直升机，开始搜山。咱们用常识推演一下，如果上午只是一次普通测试，你为什么要涂黑？如果下午工作人员看到的只是光影错觉，为什么会伴随物理撞击的闷响？如果只是普通的气象气球或者误判，你情报系统犯得着派这帮大内高手带着联邦特工上天去查吗？这阵仗是去查山林防火的吗？真相只有一个，上午那场被涂黑的成功测试捅了天大的娄子，或者说引来了某些不速之客。17点51分，直升机在搜寻中突然看见了一个巨大的深不可测的洞穴入口。想想看，上午搞了一场不知道什么鬼名堂的成功测试，下午天降光球伴随撞击声，傍晚直升机顺藤摸瓜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下设施入口，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就是某些势力掩盖在荒野之下的冰山一角。接着夜幕降临，真正让五角大楼那帮将军们头皮发麻的好戏开场了。22点02分，直升机的红外探测仪上突然报警，地面附近出现了一个极度高温的光球，在红外画面里它亮得刺眼。这个光球一点都不慌，它甚至在地面附近静静地悬停了一会儿，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唰的一下，一个光球分裂成了2个，各自以一种完全违背空气动力学的姿态瞬间飞走。美国军方的直升机根本追不上。这还没完，过了1刻钟左右，22点18分，夜空中突然涌现出一群光球，多到什么程度？资深情报官在报告里写数不清，就像是蜂群出巢一样，从西边压过来，浩浩荡荡地往南飞。如果说前面这些还能让那些专家教授用什么球状闪电、流星雨来洗地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压轴一幕直接把人类物理学的棺材板死死地钉上了。22点27分，就在这架执行任务的直升机旋翼正上方3米左右，突然凭空出现了2个巨大的橙色的椭圆光球。档案里的细节描述简直就像科幻电影的分镜头，光球的里面有着白色或者黄色的高能核心，刺眼的光芒正从核心向4面8方疯狂散开。接着如同被某种绝对的智能控制着一样，上面亮着，下面紧接着亮起一个，再下面又亮起一个，一共4到5个巨大的光球从上往下像阶梯一样，一个接一个的点亮，悬停几秒钟之后，再从下往上一个接一个的熄灭。现在在揭秘圈子里，顶尖的物理学者和情报分析师都在说一件事，这是一套反重力场效应系统被启动了。懂点物理学的朋友都知道，
这可能是一种极高能的电磁场，或者是等离子场，甚至是我们人类公开科学界至今还无法理解的空间扭曲场。它通过改变局部空间的受力状态，直接屏蔽了地球重力。这种高能场一旦打开，周围的空气瞬间被电离，就会出现我们在档案里看到的那个橙色光壳。场中心能量密度最高的地方，就是那个白色或黄色的核心。多个能量节点依次启动，在肉眼看来，那就是一颗一颗的光球按顺序点亮。关闭场域的时候，反方向收缩，光球就一个一个熄灭。当然了，五角大楼的官僚们，他们在文件里绝口不提反重力 anti-gravity 这3个字，测试内容那一栏全给你涂黑了。他就是不让你知道上午到底是不是在搞反重力实验。可是纸包不住火啊！情报官在现场肉眼看到仪器测到的现象100%的吻合了反重力场效应系统在现实中启动的物理特征。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不，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份文件的结尾，也就是那位在现场的证人1号，那位资深的美国情报官，他用极度笃定的语气亲自在绝密报告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大家听好：那些光球离开了我们的直升机，去追那架军用飞机。那架军机上到底装了什么？它可能带着上午测试的绝密设备，可能坐着最核心的测试人员，可能硬盘里装着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测试数据，它甚至可能就装载着那场被涂黑的成功测试的真正核心载荷。光球不是路过，光球是在伴飞监视。现在网上有些所谓理科中的科普大 V 又跳出来了，说哎呀，这不就是无人机吗？不就是军方自己搞的 LED 灯光编队电子战测试吗？真是替他们的智商着急，这无人机你在红外上显示能有那么高温吗？所以这份115号绝密档案最吓人的地方是，他把一个比外星人更可怕更现实的问题赤裸裸地砸在了全人类的桌面上。如果这真是五角大楼在幕后操控的黑科技，说明反重力级别的场效应技术早就已经存在于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黑箱系统里了。我们还在为石油打仗，而人家早就摸到了上帝的门把手，这是一种绝对的降维打击。那为什么不公开？因为这项技术一旦公开，现有的全球能源体系、金融霸权、政治格局将会在一夜之间彻底崩塌。第二种可能，这不是美国军方的东西。如果是这样，那说明人类沾沾自喜的所谓高能测试、尖端科技早就被某种处于更高维度的外部系统死死盯上了。我们在地球上搞核试验、搞反重力，就像是一群在黑森林里玩火柴的猴子，火光刚刚亮起，黑暗中一只巨大的眼睛就已经凑了过来。他们派出光球，无声无息地悬停在美军的头顶。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不是小事。反重力在这个被涂黑的、被列为 Secret Novon 的绝密档案里，它已经不再是好莱坞科幻小说里的专有名词，它已经化作了刺眼的光球、高能的场效应、无声的悬停和具备极高智能的追踪，真实的出现在了美国 UFO 档案第一柜的最前排。115号文件充其量只是让你在门缝里看了一眼反重力场效应，而接下来第120号文件，好家伙，这已经不是惊鸿一瞥了，这是一组长达2天的高清晰度的全天候连续监控画面。这份文件的代号极度写实，叫 Western US Event 美国西部事件。它是4页实打实的绝密报告，记录了4个完全不同却又细思极恐的诡异画面。目击者是谁？是6名佩戴实弹、受过最严格保密训练的美国联邦执法特工，也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说的大内高手。在短短2天之内，这帮大内高手在同一片西部山谷里，竟然连续撞见了4种变幻莫测的东西。来，咱们一张一张的扒开看。
第一张画面文件上的标题就5个英文词 Orbs Launching Orbs 光球，发射光球，时间黄昏。当时有3组联邦特工在巡逻。注意啊，朋友们，这3组人全部分开，彼此看不见，他们事后是各自背对背独立写出的报告。结果报告一汇总，3组大内密探写出来的情节竟然一模一样，这就彻底堵死了那些所谓专家用群体幻觉来洗地的嘴。他们看见什么了？天上突然亮起一个巨大的橙色光球，就亮了1-2秒钟。就在这1-2秒钟里，这个橙色母球里面竟然嗖地飞出来2到4个红色的小1号的光球。一般最常见的是飞出3个，这些红色小球一出来，立刻向水平方向散开，接着那个橙色的母球就凭空消失了，而小球还在继续飞。这时候肯定有杠精要说了，这不就是放烟花吗？你家烟花长眼睛啊？报告里白纸黑字写着，有一颗红色小球被甩出来之后是直接向上斜着冲进云霄的，还有一颗直接向下俯冲贴地，这叫烟花炸开吗？朋友们，这叫母舰投放舰载机，这分明是一个巨大的母体在向外释放小型的智能子探测器。但这还不是最打脸的，后来五角大楼那个专门管 UFO 的 AARO 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跑去现场测距，测出这个母球距离特工大约1050米。在 AARO 的内部讨论纪要里，他们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他们居然把这个看似圆圆的橙色母球归到了三角形 triangle 这一类里。你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肉眼看明明是个发光的球体，你们这帮官老爷在密室里开会，却说它具备三角几何特征，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手里有更高清的雷达数据、红外数据，说明你们早就知道那层橙色等离子光晕的包裹下藏着一艘三角形的物理实体，还跟我们老百姓扯什么普通灯光误判。第二张画面标题 Large Fiery Orb 巨大的火光球，同一片山谷还是黄昏。这次是2名特工，代号 USPR 5和6，在500多米外看见一座岩石柱子旁边悬浮着一颗发着耀眼橙光的巨大火球。多大？特工在报告里形容有一架小直升机的驾驶舱那么大。后来 AARO 自己去估算，给出的直径是12到18米。12到18米，这是什么概念？朋友们，一辆城市里的大公交车也就10来米长，这就是一辆比公交车还要大的发光巨兽，硬生生地悬在岩柱旁边。2位特工在报告里用了一个极其骇人的比喻，它就像好莱坞大片《魔戒》里那颗燃烧的索伦之眼，只不过没有中间那颗黑色的瞳孔。最要命的是特工 USPR 6补充的一个细节，这个巨大火球的下方好像有一根细细的像纺锤一样的东西，把它和地面的岩石连在一起。朋友们，闭上眼睛，把这幅画面在脑海里勾勒出来。一颗18米长的巨大橙色火球悬停在荒野的岩柱旁，下面一根细线连着石头，全场死寂，没有发动机的轰鸣，没有直升机旋翼的狂风，没有喷气式飞机的尾流。特工说，它就那么静静地悬浮着，零阻力，就像一个氢气球一样被死死地吊在那里。牛顿要是看见这一幕，棺材板都得炸飞了。这得是什么级别的重力抵消技术，才能让一辆公交车大小的火球悬浮的连一片树叶都吹不动？到了第3张画面，事情开始朝着鬼故事的方向发展了。标题 Dark Kite 暗黑风筝，时间凌晨。那2个特工正在巡逻，突然看到一辆车在军事限制区的路上行驶，左边亮红灯，右边亮白灯，离地2-3英尺，也就是不到1米。特工一踩油门就去追到几百英尺外，诡异的一幕上演了。这辆所谓的车突然离开了公路，飘进了旁边的沙漠里，
车头朝向完全不变，整个物体像是在冰面上滑行一样，平行着横向平移出去了。速度大概15到20英里每小时，离地高度死死卡在2-3英尺，一寸不多一寸不少，没有车轮扬起的沙尘，完全的零阻力。到了路边大约100米的地方，这玩意儿停下了，然后啪的一下，一红一白两个灯突然熄灭，灯一灭，那辆车不见了，留在夜色里的是什么？特工立刻带上军用夜视仪，在夜视仪幽绿色的画面里，车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横在空中的非常细的黑线，大概4英尺宽，仔细看像是一个轮廓模糊的带有圆弧的暗黑色的风筝。紧接着这个暗黑风筝保持着水平直线，开始匀速上升，几秒钟后彻底消失在夜空里。朋友们，又是五角大楼那个 AARO。 在后来的质询里，他们再次把这个暗黑风筝归类为三角形。听出点意思了吗？又是三角形。如果这还不够震撼，第4张画面直接击碎了人类对物理光学的认知。标题 Transparent Kite， 透明风筝。就在暗黑风筝消失后仅仅30分钟，同一片山谷，特工们又看见了一个风筝形状的物体倾斜着挂在离地6米的半空中，慢慢随风飘荡。但这一次带着夜视仪的特工 Usper 5发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细节，他竟然能透过这个物体的身体隐隐约约看到它背后天空中遥远的亮星。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半透明的，它能进行光学隐身。特工急眼了，立刻抄起手里大功率的军用聚光灯，想要把这个半透明的鬼东西照出来。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是这整份120号绝密档案里最玄幻、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处。特工在报告里说，我的聚光灯光束本来能照出几百米远，但是突然光束在打出去大约50码的地方停住了，前面肉眼看过去什么都没有，但是那道强光就像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黑墙，被硬生生地斩断了，光就是射不过去。僵持了几秒钟之后，唰的一下，看不见的黑墙消失了，光束又瞬间恢复了正常，照向了远方，而那个半透明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朋友们，听懂这段话的含金量了吗？聚光灯的光束被一个极其高阶的肉眼不可见的场域，或者是某种偏转光线的隐形护盾给死死挡住了。这是能够实时扭曲光子轨迹的高等物理屏障。回到咱们普通人，面对这种级别的黑箱科技，咱们更得守住自己的身体、元气和底子。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咱们的老朋友普瑞堂玄宝黑参。这种韩国黑参口服液或者是原参一直是大家最欢迎、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现在每一单只要买满$500，就直接赠送您一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大家别小看这一根黑参，切片泡水或者直接含服，足够您足足吃上1个星期，慢慢体会它的滋补感受。而且这个赠送是上不封顶的，买满$1000就送2根，买得多送得多。大家在结账的时候记得输入咱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JF， 不仅享受优惠，而且全球包邮，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购买链接就放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五角大楼 UFO 绝密档案第1柜里仅仅是2份，已经把我们从小在学校里学的那点可怜的物理常识给砸得稀巴烂了。但我今天必须明白地告诉大家，第1柜真正的下半场，那个真正能让华盛顿的政客们夜不能寐的核弹级机密，我们还没打开。就在这些光球风筝的后面还压着一张图，一张由美国联邦调查局主动放出来的合成图。如果你想看下一集，继续杀进这个被封锁了半个多世纪的柜子，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